好，来介绍一下这个压脚。这个压脚呢是那个可以车皱褶的压脚。好，就是说，如果你这个布那个要荷叶边，那如果我们一般没有这种压脚的话呢，就会用那个大针哈，把那个针距拉到最大，然后车一条平线之后，把那个线拉紧，然后产生皱褶。那如果很长的话，或是说你有这种压脚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，它可以比较均匀的产生皱褶。那后面它有一个这个螺丝哦，焦距这样都 OK 哈，有一个螺丝，然后你把它转紧哈，把它转紧之后，越紧的话，它的折子呢就是可以越密，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压脚换过来。我们家狗在叫。然后把它换过来，用那个一字起子，反正你就是把它锁紧就对了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是工业车专用的，锁紧之后，你看我刚因为车到一半想说教大家一下，我怕有些人不会用。然后呢，你在车这的时候，首先你要把针目调到最大。好，如果你皱褶要让它多一点，把针目调到最大。之后你这样车的时候，你不要只是这样车，你车的时候你的左手，我们在后面稍微扶一下，帮它挤一下，这样子你车出来的折子就是会比较那个皱褶会比较漂亮，比较均匀，比较多，比较皱的比较多，然后你就看着这样子车过去之后，你的左手帮它挤一下，好，这样子过去挤一段之后呢，再把它打开，它就会像这样有皱褶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你看现在是平的，我们先。因为这块荷叶边呢，我是做双层嘛，然后我们就是先用那个针车先把它2层车一起车固定，然后再换压脚，好，然后车皱褶，左手挡住，好，然后大拇指呢把这个，因为它有皱褶的时候，它会跑过来这里，你会不小心车到，所以大拇指要让它往这边推，把这里的布往左边推，然后那个食指跟中指呢。好，你就是在后面挡住，好，让它不要跑得太快，这样你的皱褶呢车起来就会比较均匀一点。那这里车弧度呢，是因为那个什么？等一下哦，车弧度是我们等一下皱褶抓起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在车缝的时候，你的皱褶就可以这样子慢慢的收进来，有没有看到？就慢慢变成一个弧度，然后。它的皱褶你看就会变得很均匀，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要车比较多一点，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荷叶呢是，我刷 lucky， 好，如果我们是要那个荷叶边比较长，因为我现在在做的是那个防晒的那个短上衣袖套，好，那我那个荷叶边呢就很长，因为我的那个下摆的地方呢都有滚荷叶，那很长的话。如果你用拉的要拉到天荒地老，那蛮累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用这个方式。好，那我们就是看哦，连续动作，开始，好，就开始车，然后左手就挡住，好，让它后面挡住，然后大拇指呢，把旁边这个荷叶多的呢，就把它往旁边挤，像这样子，然后挤一段之后，你就给它放开，它就会这样变成皱皱的，有没有看到？那你在车的时候呢，这样挤难免啊。好，跟你可能你要的这个，可能是说你要车的距离，你的下摆的距离可能是这么长，那你这个荷叶呢可能更长哈，因为它皱褶毕竟没有可能更长或更短，那你到时候如果你的荷叶边比你要车的这个部分还要长的话，你就在边车的时候再边推一下。那如果你的荷叶边呢皱完之后比那个要车的部分还要短的话，有2个方式，一就是部分剪断，慢慢推开；二就是把它拉断，把这个螺丝调松，或是把你的针距也调小一点，那它的皱褶就不会那么多。好，就是有2个方法可以让你选。那通常呢，我荷叶都会多剪一些布啦，让它怎么说？让它反正多的就把它剪掉，好啊，不要不够在那边。看得很不舒服，你知道吗？好，看这样挤一堆之后再把它放掉，它的荷叶呢，它的皱褶就可以很细致、很漂亮。所以呢，这个压脚还不错，而且它蛮便宜的。所以如果有需求的人呢，你就可以买起来放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蛮
蛮方便的。但是呢，我只有工业用的那种，我没有那个没有那个桌上型的，所以就是桌上型的，你可能要再去别的地方找找看，可能别的地方有卖。好，那我这边是有工业用的，可以，因为它针木很大哦，所以它可以车蛮快的。好，这样子。所以有需求的人呢，你们就可以做起来。那我之前不是做那个裙子吗？不是有很多荷叶边，也都是用这个，要不然如果我们针距很大，这边慢慢抽后，真的会掐个老跟被掐掉那种感觉。有时候拉线拉一拉，那个线会断掉，你就要重新再车一道，就很麻烦。好，那就是介绍这个腰脚给大家喽，拜拜。